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读书会，很感恩大家的精进不懈。所谓法在勤中求啊，一勤天下无难事啊，而且勤能补拙啊。成长要看得见，学习是关键呐、学习是灯，努力是油啊。要让灯亮，就要加油啊。参加读书会呢，就是在学习，在加油啊。其实呢，我也是讲给自己听的，而且呢，直播过后呢，我至少还要再听个2-3遍呢，啊，从中找出缺点呢，好的继续保持啊，不好的继续改进啊，这样才对得起每一位上线来参加读书会的同修们呐。好，我们大家继续加油啊，继续努力。好，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无缘的结局。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老歌叫做《无言的结局》啊。那我们今天晚上要谈的是无缘的结局啊，不管是无言还是无缘啊，都是一种无可奈何啊。无缘的结局呢，可能是缘尽情未了，也可能是缘尽情已了啊。不管是情未了还是情已了啊。只要是缘尽了，那就是无缘呐。那无缘的话呢，即使对面都不相逢啊；有缘的话呢，即使千里都来相会啊。无缘的话是寸步难行啊，有缘的话呢是走遍天下，可见缘的重要啊。佛法讲缘生缘灭，不讲因生因灭啊。因跟果之间呢，还有一个缘呐啊，因种下去了。还要有缘成熟啊，才会有果报啊，也才会有结局啊。因种下去，但是缘不成熟啊，就没有果报啊。但是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啊。例如啊，花的种子种下去啊，要能够开花结果，就必须有土壤、阳光、空气、水分、肥料等等的助缘呢，才能开花结果了。如果种子种下去了，但缺少阳光、空气跟水等等的助缘，这样还是不会开花结果。有因无缘就不会有结果啦，就会变成无缘的结局。只看病不吃药，或者只耕田不播种啊，或者是在水泥地上啊撒种子啊，这些都是空过因缘而无缘呐，也就不能成事。就好像要建造一栋大楼嘛，需要用到钢筋、水泥、沙、石子、土木、砖瓦等等。但如果沙、石子跟水泥都搅拌好了，但缺少了水，这样就没有办法做成钢筋混凝土啊，就不能用了，因为没有因缘和合啦。所以水就是扮演因缘和合这种助缘的角色。看起来是没什么啦，但却举足轻重啊，不能没有它。甚至呢，大楼盖好之后呢，也看不到水了，水是功成身退啊，这个就是什么韬光养晦的境界啦啊。这个以前我们也有分享过啊。我们之所以能够生而为人呢啊，在过去生中呢，有数世的因跟数世的业，现在来到人间呢。还要有现世的缘，那过去的因啊，加上现在的缘啊，叫做因缘和合啊，才能产生善啊或恶啊的果报啊，这就是因缘果报的道理啊。而果报一般也是透过无常来示现的。人类的灾难呢，跟人生的无常啊，用一句英文来讲叫做 "too late"， 太晚了。太迟了的意思了。那用一句中文来形容叫做来不及啊。有一句话大家都朗朗上口啊，叫做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意思是说，树想要静下来，但是风却不停的吹动啊。为人子女想要孝顺父母，但是双亲已经不在了啊。那风不止就是由不得你了。那亲不待呢，就是来不及了
我们只知道呢，失去之后才来后悔，一般的人是这样子嘛，或无常来了才要后悔，但是却没有想到呢，在还没有失去之前，或者是无常来临之前呢，自己应该怎样去做准备，这个叫做预知来是福了。同理啊，身体还没有出状况之前呢，先去做健检，叫做预防医学。台风地震还没有来之前呢，先做好减灾工程呐，叫做防灾跟备灾。以上呢，这些都叫做有备无患的超前部署啊。这是讲到来不及，我们顺便提一下了哈。那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句话是用树呢来比喻人呐，树木无法控制风啊，就好像人很难控制外在环境的干扰，道理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想让自己能够平静、宁静、喜悦、安详啊，但是呢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人欲静而念不止啊，念头止不下来啊。心里想要静下来，但是念头纷飞啊，止不住啊。人虽然很聪明，也可以创造时代文明啊，跟科技文明啊，但人类再怎么强大，不管是人或事啊，或是万物生长的变化，始终存在一个难以掌控的事实，叫做世事无常，难预料啊。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间事无法预料啊，也无法掌握，而存在许多的无可奈何啊！不只是人生无常难预料啊，人心也是无常难预料啊，所以才会说患难见真情，日久见人心啊。这个就是佛法所说的观心无常啦。人这个心是很不定的，很无常的。其实啊，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哦。它告诉我们什么？娑婆世界里啊，存在着我们无法左右的客观规律。人类再怎么厉害，也无法改变世界了，也无法挡住无常或改变因果了。那温室效应，人类有办法改善吗？节能减碳，人类能有效对治吗？病毒流感，人类有办法防止吗？天灾人祸，人类有办法避免吗？都没有办法啊！人类虽然努力在做，但成效很有限，不仅不能改变世界，甚至也很难改变自己啊！所以才说不能改变世界，就只好改变人类。不过呢，也不是每一个国家或每一个人呢，都那么容易改啦。不只是人啊，国家也是一样啊。你看，2年半来的那个疫情啊，防疫政策有的国家要清零啊，有的不清零啊，有的国家要戴口罩，有的国家偏偏都不戴口罩啊。世界各国要达到共识都困难的，何况是要共行呢？更甭谈要求世界或环境来适应我们其实更多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调整的是自己，才能适切的融入变化万千的局势那这个在2年半的疫情里面呢，我们就很清楚了嘛，这个道理嘛。用法的道理也是一样，世界在变，社会在变，人心在变，我们用法也不能以不变应万变而一成不变，不可以就好像吃一帖药啦，吃了好多年不见效我们都会想去换一帖药试试看嘛，对不对？否则就变成冥顽不灵、尸骨不化啦，这样就很麻烦啦。所以文法与用法之道也是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这个是我们在以前读书会里面呢常常有提醒。那我们在过去的读书会也提过好几次的这个适应性跟灵活性的观念很重要，都是强调用法要善巧绝妙、灵活应用才能对机接地气而不是死板板的。
这个适应性跟灵活性强调的都是什么？适应周遭环境生存的能力啦，人类适应周遭环境的生存能力，跟人处在不可改变的环境中改变自己的能力，强调改变自己，而不是改变别人。顶多可以讲影响别人啦，这样讲就比较谦虚一点啦。自己都改变不了，如何改变别人啊？对，只能去影响别人。唯有每一个个人跟每一个国家呢，或者跟每一个家庭呢，都能自己先改进，社会大环境整个世界大环境才有可能改善这个是有顺序关系的整个地球也是一样啊，地球只有一个啊，全人类就是命运共同体啊，每一个国家都不能自外于这个地球村每一个人也不能自绝于社会人群。因此至少门前雪的这种观念现在已经行不通了。这次的新冠疫情肆虐全球，重创全球经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幸免，就是最好的证明了。这就是好像证严上人所开示所讲的只把自己的孩子教好，还是会受到其他行为偏差的孩子的影响。如果能带动教育工作者提起使命，教好学生能将别人的孩子也教好，让社会平安，自己的孩子也才能平安。如果要教好孩子，就端看父母跟老师能否以身作则视天下孩子为自己的孩子，引导他们呢将心比心，去体贴关怀别人如果父母跟老师都能用这一种慈悲等观的理念呢，将人心导向正向那这样就是做出最好的教育示范这个是这一段是证严上人的偏僻入理的开示刚刚前面我们讲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其实这句话的原文的后面呢，还紧接着一句叫做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见者亲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已经过去而不可追回的呢是岁月，逝去后去世的事了逝去后想见却见不到的是亲人据说了孔子对他的学生呢讲完这句话的故事以后呢，很多学生呢都回家去侍奉双亲的了。他们讲据说了但是我相信是可能的。举一个例子来分享，大家也会相信有可能。有一次我们带大学生去老人院服务那中间有一项工作是帮老人呢洗澡跟擦澡，有的可以洗，有的不能洗，要用擦的就有一个女学生呢，在帮老人清洗沾到大便的身体的时候呢，突然呢触动自己的心灵哭到不行了。那大家很错愕不知道她是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哭这么厉害后来去了解才知道说，这位女学生呢自己也有年迈的双亲，当年妈妈重病的时候呢，自己却做不到老人院里面所做的这些事情，自己做不到这样，所以她当下打电话回去呢，哭着跟妈妈说：“妈妈，我爱你。”讲这句话，她跟我们分享了。那我就问她说：“你妈妈怎么反应她说：“妈妈反而问她说：‘你是吃不到药啦？你是吃错药了吗？’”她妈妈这样回答，因为她从来没有这样子跟妈妈说过这样的话，有妈妈一时无法反应过来其实这个就是什么？我们所讲的千拜万拜不如向父母说一声爱这句是近似语。父母在家中就如同活佛在堂上如果连眼前的活佛都不会恭敬的话呢，还需要到远方的寺庙去拜佛吗？如果是这样，那就本末倒置的啦。那位女同学在触动心灵之后呢，立即打电话回去跟妈妈说：“妈妈，我爱你那是妈妈还在，才有这个补救的机会有一次另外一次我们举办大学生的这个营队我还记得在圆圆的时候呢大家要分享嘛。那一位女同学听了别人行善的分享之后呢，哭到伤心欲绝
刚前面讲那个问题就是差不多了啊，哭到很伤心了，不能自已啊。一般人的感动顶多是说，哎呀，啜泣啊，或者是流泪啊，不会那么激动嘛。那我就过去了解，才知道呢，他即使念到现在念到大学了，还是不改叛逆的个性。他说他跟我们分享了他说他对父母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我没钱用了啦，给我钱啦，讲这句话啦。对父母的态度非常的恶劣，非常的忤逆了。那他在这一次的营队中呢，良心被启发了，深深感到自己的过去的不孝，但是他要连向父母说一声“妈妈，我爱你”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妈妈已经过世好几年了，而爸爸比妈妈更早离世啊。那这种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遗憾跟后悔呢，就好像《心语》这首歌里面的歌词所描述的。这首歌旋律很优美我们来听一段这段优美旋律的歌曲。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我的思念不再是具体的海，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我的心是6月的晴，淋下这细雨，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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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次想你。将成为别人的新娘，让我最后一次想你。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我的思念不再是具体的海，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好听到这里就好那歌词里呢，所诉说的对象是情人其实你把这个情人改为我们双亲的话，这种思念之情也是通，歌词也是通的我现在偶尔也会想起我去世的父母了虽然他们在世的时候呢，我没有让他们操心烦心也没有做什么事呢做得不好但是还是会有歉疚感，因为一直觉得如果他们在的话，我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后悔也没有用了子欲养而亲不待佛不在的时候呢，把教化众生的重任呢交给地藏菩萨。为什么不是交给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或观世音菩萨呢？这些也都是大菩萨理由就是地藏菩萨是讲孝亲尊师这个是修行跟做人的基础。如果一个人不孝亲或者没办法尊师重道那什么菩萨佛来度我都度不了了。所以地藏菩萨教学是打地基是教小学1年级观世音菩萨是教2年级文殊师利菩萨是教3年级，普贤菩萨是教4年级所以如果1年级的功课都没有学好，后面的就不能教了啦。1年级的功课没有做好，就想要去读2年级或3、4年级，那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程度会跟不上佛法是讲因缘重次第，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要有过程的铺陈，才会有好的结局我自己的人生也有2件事情是无缘的结局
也可以说是一生中2件非常后悔的事情了。现在要来做也来不及了。一件是没有学钢琴，一件是没有学日文。我的音感很好，只要会唱的歌呢，钢琴或电子琴的那个键盘我就可以打得出来，尤其是电子琴，只要我会唱的歌都可以加上那个自动的配乐，因为电子琴里面有自动配乐嘛，各种不同的配乐嘛，就可以弹奏出好听的乐曲啊。别人还以为我有学过嘞，怎么弹得这么流利其实都是无师自通的，因为有兴趣嘛。那学校毕业后出社会呢，去雅马哈学了2次，都中途而废啊。因为出社会后工作很忙碌虽然可以做到每周1次去雅马哈上课但是做不到平常在家的练习回到家都很忙了嘛平常在家不练习，那只靠每周1次的练琴，根本就不会进步就这样1次失败之后呢，还不死心，再来1次，还是心有余力不足，只得无奈的放弃了。如果这个是读书的时候来学的话，那成功的机会就很大因为读书的时候比较单纯时间比较多嘛，对，那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增学日文也是一样如果在读大学的时候选修日文，那学习的时间多那效果就会好嘛。那出社会才来学，那是时不我与效果大打折扣那我会想去学日文，是因为我喜欢听日本的演歌啦。那有一部分也是因为我爸爸是受日本教育的嘛所以呢，我妈妈也是受日文教育的那我自己又喜欢听日本的演歌日文叫做 Enga 那为什么不叫演唱，叫演歌呢这个就跟为什么我们在岁末祝福的时候的金藏演绎我们不叫它为金藏表演2个道理是一样的。演歌是将歌词的意境借由歌曲把内心的喜怒哀乐跟真情呢表露出来这是一种真情的流露不是在表演，是真情流露，是自情自性所以当他唱到喜悦的歌词的时候呢，会有轻松愉快的表情唱到心酸的歌词的时候，会眉头深锁，甚至掉下眼泪。这个就是日本演歌好听精彩的地方跟一般歌手在唱歌的意境的不一样的同理，金藏演绎虽然是透过手语来呈现嘛，但它不是在表演手语，而是要求练习者在练习的时候呢，就需要将经文牢记在心中。那各位都知道经文很深很难记但是跟手语结合起来，透过手语的来呈现，加上反复的练习的，难记的经文变成很容易就朗朗上口这也是一种学习的微妙之法了。论语里面有一句叫做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大家都听过了那这句话是告诉我们读书跟学习的方法跟要领学而不思则罔的意思是只知道学习或做事，但是呢都不动脑筋去思考，就会因为不能深刻理解书本的意义而无法学以致用罔则罔，罔就是无效的意思了。那思而不学则殆的意思就是说，只会空思妄想，而不能脚踏实地去学习跟实践就好像在沙滩上呢践踏，不但会失败，甚至还有坍塌的危险殆就是失败或危险的意思这2句话里面呢都有学的学呢，都不是单指学习而已的是泛指行动跟实践也叫学。学习不是只有讲说静态的去行动跟实践也叫做学啦就好像不只是行菩萨道才是行动走入人群才是行动，不是只有这样子念佛法门里面的念佛，坐在那边念佛也是一种行动道理是一样的都是把它广义的解释的那孔子的这句话是把学习的行动跟思考的辩证关系呢做了很完美的阐释
菩萨道的修行也是这样的道理。所以法门没有大小高下之分，但是有顺序啊，先回小再向大啊，先小圣啊再大圣啊，先开权再显实啊，先羊车鹿车再换这个大白牛车啊啊，先学地藏菩萨的孝亲尊师的基础课程啊，再来学观世音菩萨的闻声救苦，有顺序的啊。去救灾也是一样啊，先对灾民呢拔苦娱乐啊，再复为说法。意思是先让灾民离苦得乐了，他没有东西吃，没有衣服穿，没有屋子住啊，你先要让他们离苦得乐啊，然后再教育他们呢，再去付出奉献了。现在你是好像济贫也是一样嘛啊，照顾户啊，现在你是手心向上接受人家的帮助啊，但是我们先让他生活无虞，之后还要启发他做一个手心向下的人，换成你去帮助别人嘛。这个也是有顺序啊，先入方便的方便的碑门呐，之后再启发他去了解什么啊，做人间事啊，再以事显理去印证诸佛妙理啊，这样就是方便不离真实啦，真实不离方便啊，叫做悲智双运呐。好，以上所讲的这些呢，都很清楚告诉我们学佛的次第观，次第。一步一步来，由小到大，由少到多，井然有序。人生有两件事情挡不住，一个大家都知道，一个是无常，一个是时间嘛。而时间最好的解释是什么？来不及跟留不住。什么是时间啊？标准答案：来不及跟留不住啊！1分1秒的过去，想回到前1秒都不可能的。无论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决定，也没有任何的后悔药了。做错就做错了，就好像覆水难收，无法挽回了一样啦。所以经文才说：“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这句话证严上人常常讲，感叹时间的无情啊。意思是说，时间分秒的流逝啊，就好像一条鱼活在水逐渐流失的水缸里面呢，这还有什么快乐可谈呢？早晚没有水，你就要死啦，对。那各位不要以为这句话好像在危言耸听哦，其实它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啊？我们每一个人出世之后就开始等死。所以庄子有一句话说得很妙，他说：“不往以待尽啊。”意思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活啦，而是在等死啦。哦，对，这个一针见血啊。庄子又说了：“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意思是说，当一个人出世之后呢，我们说：“哎呀，生了，出世了。”那不是生的，不是出世的，而是死亡的开始啊。从出生开始，慢慢的一天一天的走向死亡。听起来有一点不太舒服，但它却是真理呀，不愿面对的真相啊，对不对？以上呢这几句也是在提醒我们浪费时间很容易啦，把握时间就不容易啦。同理啊，错失因缘很容易，把握因缘就不容易，所以才说佛法里面才讲说，把握因缘就是智慧。而要把握因缘，也是要从把握小因缘开始做起啊，不能轻视任何的小因缘否则会因小失大。因为小事不做，大事难成。小因缘你忽视它，就别想奢望有大因缘道理是一样的。人生有些事情是急不来，没有错啦，有些事情是来不及。急不来的事就要事缓则圆，不能莽撞冲动那来不及的事就要把握因缘，积极行动好，什么叫来不及？第一，对无常的认识来不及。第二，对无常来临前的准备来不及。那为什么来不及？刚刚是什么来不及？为什么来不及？因为第一个，菩萨成长的速度
赶不上人口出生的速度；第二，志工成长的速度赶不上天灾人祸发生的速度；第三，心智成长的速度赶不上困难挫折成长的速度；第四，心灵成长的速度赶不上无常来临的速度。各位想想看，是不是有道理呢？非常有道理啊！这些都是让人深感来不及的事情。有一次啊，我跟圣贤上人提到说，上人啊，我常常在演讲中啊，也是跟会众们说来不及啊，大家互相提醒的来不及。可是还是有一些人呢，会说急不来啊。结果上人回答我说：“哦，那你就跟他们讲啊，急不来就慢慢来啊，看下辈子还有没有因缘呐。”什么意思啊？这警惕我们，佛在世时我沉沦呐，佛灭度后我出世啊。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啊，都是空过因缘而变成无缘的结局啦。回首当年呢，空忙一场，虚度一生啊，很多人的经验是这样子的。我有一位好朋友啊，50多岁的时候从教育界退休啊，每个月领了台币好几万元的退休金啊，生活好过得很啊。时常就跟一些同样的退休的3、5好友啊，一起去游山玩水，玩累了就在家里休息个几天，等精力充沛了再继续去出国旅游啊。我三番两次的建议他了啊，你时间很多啊，你每周抽出一些时间来参加志工的活动啦，或者公益活动啦，来当志工啦，啊，可以结交一些善知识嘛啊，不但有劳动的机会，也借着服务人群而让精神生活更加的充实啊，而不是整天在那边游山玩水，那个吃喝玩乐而已啦。那这样你可以提升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嘛？对，我看他没有动静啊，那我就退而求其次啊，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要不然请你加入慈济做会员啊，每个月随喜捐点善款啊，多少钱都没关系，你喜欢就好了啊，这样做一点好事。由于他的意愿一直不高，那我也不想让他太为难了啊，一直勉强他做不到的事情了啊。在因缘不具足之下呢，彼此音讯全无的过了一段时间，很长的时间哦。那疫情爆发之前2年啊，我辗转呢，得知说他因病住院而前往，而我去探视他啊。记得那是一个晴空万里的早晨啊。我进入病房后呢，我还没有开口，我这个好友迫不及待就以虚弱的声音呢，抢先跟我说啊，他说：“刘师兄，请你马上拿会员表格给我填，我要加入会员。”那个没有元气讲这个话啊。那我因为当时身上没有带会员表格嘛，因此我就没关系，我明天再来拿表格给你签啊。第2天呢，我再来医院探视他，那他就在家人的那个帮助之下，在病床上填妥了会员表格啊，正式成为慈济的月捐会员了。那一次的探访呢，我们得知我才知道说这个朋友已经罹患了恶性的肿瘤，2个月后呢，他的病情呢一度好转那我就邀请他选择在金色每个月都有一次的那个照顾户的发放日嘛，专程的他从台北来到花莲的金色在他太太的扶持下呢，拄着那个拐杖步履蹒跚的前来参观这个发放啊。那天呢，他以气若游丝的这个声调对我说，跟我讲，他说：“刘师兄，等我病好了，我要跟随你一起做慈济啊。”我回答他说：“你这个是发好愿哦，你好好养病，等病好了，我们马上行动啊。”这样鼓励他啦。那一次的参访呢，他获得很多师兄师姐给他亲切的关怀慰问嘛，他也带了满满的这个爱跟祝福呢回家了。发了好愿也同时接受众人的祝福之后呢，很明显的，他原本那个消瘦苍白的那个脸庞眼睛变得炯炯有神了，不一样精神为之一振这个祝福的力量在这里
啊，所以这也是正言上人常常讲的，人要能够走入人群，才能接受人群的祝福啦。啊，其实这句话是言简意赅啦。1个多月后呢，这个朋友的病情的急转直下，医生宣布说时日不多了。那我这个朋友选择回家啊。有一天呢，反正在医院都不能医了，就回家了嘛。有一天呢，我带了几位志工去他家探视他，他斜躺在客厅的那个活动床上面呢，这个恶化的肿瘤已经把他折磨得不成人形了。但见到我们呢，他还是很辛苦的开口跟我说，等他病好了要一起做志工，他念念不忘他要做志工。那好友在病苦中呢，已经深刻觉悟了，但有心却无缘，心中虽有愿，却因为生病辛苦而愿难了啊，令人为他感到无奈跟无助了。眼看他已经无法进食了啊，甚至连喝水都非常辛苦啊。我们心里有数啊，希望他安详解脱，快去快回。1周过后往生了，了尽一切世缘，这个也是无缘的结局啊。我这位朋友从病苦到往生呢，从觉悟发愿之后到愿难了了，这整个过程给我们一课活生生又宝贵的生命教育啊。什么教育？他警惕我们：人若知道有来春，就要预留来春谷；人若知道有来世，就要勤植来世福。所以知道还不够，还要做到啊！正言上人此事啊，你自己不去做，只想靠别人的嘴巴来祝福你，这样再多的祝福你也是得不到。并且说，别人嘴巴对我们的祝福，那只是一种礼貌性的语言呐。这句话是重点哦。别人的嘴巴的祝福，只是一种礼貌性的语言而已啦。意思就是说，自己有做比较重要，别人有没有祝福，这个比较不重要。当然有是更好啦，对不对？没有坏嘛。靠别人祝福。这个圣言上人讲的，靠别人祝福无喜无尊呐，意思就是说久久一次啦，自己身体力行去做，才是最有效的自我祝福、自我加持，叫做智者运命啊。有智慧的人操作命运，靠自己去做，叫做自转乾坤啊。这样的思想才是政治正见呐。有一位志工呢，是经营个人事业很成功的老板呐，他很发心承担跟投入志工的工作，出钱出力啊，因为他生意也做得很顺利啦，出钱出力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就有一个个性，自尊心很强烈，心里也很敏感，很容易怀疑别人对他呢不尊重或者不公平，也常常会质疑别人呢是否在排斥他，心里很神经质。因为这样呢，造成他经常是义愤填膺的，愤愤不平的。有一天呢，我跟他对谈了，才发现说，他所认为不公跟不平之事呢，是从好几年前就开始就有了，那就是已经过去了，而且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但在他看来都是变成大事了，而且还放在心里牢记心中，还不断的在复制，还把它放大。跟他一起的志工啊，长期对他是包容了，但是后来感觉到说，实在没有能力去影响他，去导正他，而且呢，深受其扰，没有办法改变他，被他困扰，被他干扰，深受其扰，而纷纷的离他越来越远了。那这位实业家呢，他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变本加厉，什么独来独往了。他也会行善啊，但是独行侠不是跟大家一起啊。我跟他言谈中呢，他自始至终都认为都是别人的错，埋怨别人没有体谅他，并认为自己是一个应该获得同情跟同理的受害者。那个时候呢，他都希望听他倾诉的人都要站在他这一边。如果你不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他就认为你不认同他或对他不友善的，会这样子哦。我也是一样，我如果没有站在他那一边，他就认为我对他不友善了。
那我看他主观意识跟自我防卫的心理这么强啊，我连要对他说激励的话，我都很担心让他产生压力跟误解，很担心啊，因为他很敏感啊，我只能每次跟他见面谈的时候啊，就当垃圾桶让他倒垃圾，啊，让他宣泄情绪啊。那一次对谈过后呢，我深深的感慨，也自我警惕，一个这么成功的一个实业家呢，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哈，所以呢，一种米养百种人了哈。那我很警惕，那时候跟他谈完，我就很警惕啊，在人事或环境复杂的时候呢，唯一对治之道就是让自己保持单纯，啊，要化繁为简，才有可能破茧而出，脱困而出啦。化简为繁，就会作茧自缚，越陷越深了。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的，本来这个事情是很简单的事情，他却可以把它化简为繁呢，这个也是很不容易耶。所以告诉我们说，已经在行善了，就不要再去计较跟比较。已经好不容易在做志工、做菩萨了，还要再继续学习，能舍诸难舍啊，才不会成为包袱跟布袋缠身的在缠菩萨，纠缠的缠啊。后来这位实业家志工呢，去海外投资啦，也很少来参加志工活动了，就这样缘尽情也了啊，变成无缘的结局啊。人生有如一本书，每天就像一张纸，爱心是文字，力行就是一支笔啊。每一个人都用这支笔写出自己人生的剧本，这辈子写下什么剧本，下辈子就要扮演什么角色。同理，这辈子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上辈子所写下的剧本啊。如果我们可以学习借别人的境界来修自己的心念，则生活周遭的人事物，无一不是我们活生生的无语良师啊，也都是在无声说法。就像我这位癌症而往生的好友了，多少人前来探视啊，都是对他说好话，加油打气呀。其实呢，再深再多的祝福，也抵不过他自己的生前造作了，也就是自耕福田的自得福缘的道理了。而要耕福田得福缘，也是要懂得把握因缘啊，才不会稍纵即逝啊，变成无缘的结局啊。好，我们今晚读书会无缘的结局就分享到这里啊！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